乌军24小时漂亮反击，夺回库尔斯克多处要地。乌军列戈夫空袭造成俄76空突师4名高级军官阵亡。俄军企图通过越境攻击直插库皮扬斯克后方。乌军42机械化旅激战风暴 Z 突击队，收复托列茨克失地。俄军采用神风敢死队骆驼战术，囚犯兵大量伤亡。俄军装备将在2025年完全耗尽，不对称行动作战成为乌克兰制胜关键。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不知道大家注意这个消息了没有？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的戈兹基军事训练场边缘，出现了用于运输步兵和装备的战壕。这些战壕距离立陶宛边境仅仅只有6公里。卢卡申科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担心北约动他吗？毕竟立陶宛外交部长凯斯图利斯·布德里斯才刚宣布，要把2026至2030年 GDP 的5%到6%用于国防。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合理的推测，那就是前线俄军炮灰不够了，要找老卢借兵。回到俄乌战场前线，乌军漂亮反击。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利用先进的热成像技术和协同攻击战术，轻易突破俄朝联军防线，不仅夺回了乌斯佩诺夫卡、克鲁格伦科等战略要地，还抓了一批朝鲜俘虏。如在战斗中，乌军第36独立海军陆战旅摧毁了俄军2辆 BMD-2、1辆 BMD-4 步兵战车，以及用地雷炸毁了一辆最新的 BTRMD 海螺装甲运兵车。而迷失方向的朝鲜士兵只能拿枪战陆乌军的 FPV 无人机，战况十分惨烈。在达里诺方向，据流传的视频显示，经过乌俄双方的空袭，该镇已经被彻底摧毁，成为一片废墟。目前随着乌军逐渐收复阵地，俄军第51、106、234空降团以及第155海军陆战旅正遭受大量装备损失。此外，乌军12月30日对利戈夫镇的空袭终于有了结果。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最近发表的不告报告称，乌军发射的暴风鹰导弹造成俄军第76空突旅4名高级军官阵亡，分别是瓦列里·杰列贤科中校、帕维尔·马列茨基中校、阿列克谢·塞利维斯托夫中校，以及来自印古什共和国的阿里·楚罗夫少校。报告还称，该旅已经有至少8名高级军官在多次袭击中丧生。另外，据俄罗斯反对派媒体1月18日的消息，越来越多的库尔斯克原住民因流离失所，跑到库尔斯克市进行抗议活动。他们要求俄罗斯当局发放住房证明，同时表示对俄罗斯政府当前缺乏财政援助感到失望。对此，库尔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钦什泰因站出来承诺，将在1月19日至25日内与抗议者举行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哈尔科夫方向1月18日，俄军进攻集合失败，被乌军抓住机会成功反击。同时，乌军在赫里伯克南部击退俄军第11集团军，收复了此处阵地。库皮扬斯克方向，自俄军从北部渡过奥斯基尔河建立桥头堡后，俄军便开始寻找机会，从北部直插库皮扬斯克后方，来迫使乌军分散兵力防守。如1月18日，俄方消息称，俄军部队越过边境线，正向托波利推进，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倒是在佩特罗帕夫利夫卡方向，俄军17、18日连续2天发动了新攻势。不过一个作战乌军士兵称，俄军可能已经用完了该方向的装甲车。多日的攻击均是步兵突击，并且由于该地区地形复杂，以致乌军此前对俄罗斯船只和浮桥的针对打击，导致如今的俄军根本没有任何想从该方向穿越奥斯基尔河的想法。博洛瓦方向，乌军有意一直无法攻克特尔尼镇，于是决定绕过这里，直接控制伊万尼夫卡村。目前乌军正在该村南部展开积极防御，阻止俄军进一步扩大战果。总之，在库皮扬斯克至博罗瓦至莱曼方向一线，俄军共投入了 12.2 万军队，而防守乌军具体人数未知，但大约有20个旅的样子。相对其他防区，这里较为稳固，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战线南移，来到战场焦点的顿涅茨克州。据统计，俄军在该州集结了 31.3 万左右的部队，乌军也安排了差不多59个旅展开防御。1月18日，谢维尔斯克方向，乌军连续2天击退了俄军在比洛霍里夫卡附近的地面攻击。据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尔茨中校表示，战斗中俄军使用机动车辆向比洛霍里夫卡运送步兵突击群，并安排带有防护装置的彭氏坦克进行协同，但仍没逃过乌军无人机、火炮加地雷的联合打击。加索夫尔方向，乌俄双方共同确认，双方仍在奈霍材料厂战斗。1月18日，俄军集中第4和第200摩托化步枪旅以及第299和第331空降团对乌军阵地发起进攻，
但早有预料的乌军提前撤离，并对该城区展开了空袭，目前尚不知战况如何。但初步报告显示，乌军在城镇中第聂伯罗夫斯卡街附近摧毁了俄军2辆 BMD-4M 步兵战车，阻止了俄军对当地高层建筑的摧毁。目前乌军仍控制着耐火材料厂后方的一些建成区，若以俄军当前战力和推进速度计算，乌军在恰索菲亚尔至少还可以坚守到3月份。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42机械化旅持续在这块乌东要地阻击俄军，并在击退俄军排挤步兵部队攻势后，通过城市建筑群发动局部反击。反击中，乌军42旅打退打残俄军风暴 Z 突击队，成功收复了一个前沿阵地。据统计，在托列克轴线上，乌军控制着其西北、西南和西部约 15% 的区域。目前该方向战局十分泥泞，预计类似的激烈战事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据霍尔蒂察集团军1月18日在报告中说，俄军正在该方向使用神风敢死队骆驼战术，迫使手无寸铁的囚犯步兵，也就是骆驼们，携带手榴弹、地雷、对讲机等装备，推进到乌军阵地前，为后方20人的俄正规军突击小组创造进攻条件和提供有利情报。红军村方向，俄军继续加大外围作战频率，而乌军则利用防守反击，大量杀伤俄军。如今红军村西侧的 T0406 公路已经被俄军第55摩步旅切断，并正在乌达赫内和科特林内发起攻势。俄军第74摩步旅则在兹维罗夫附近活动。同时，俄军第433摩托化步枪团在第239坦克团和第87步枪团的支持下，开始沿着索罗内河沿岸向索罗内至斯佩尼夫卡一线进攻。幸好红军村作为枢纽城市，交通四通八达，使乌军除了2条备用的主干道外，还有一些可以进行补给的支道，一时间挡住了俄军的攻势。而且由于俄军军事装备大量损耗，其进攻高峰期已过，即便是当前的小股步兵渗透式作战，也都呈现出疲软状态。在昨日战斗中，乌军重新夺回了安德里夫卡防御工事，同时用5架无人机轮番戏耍了俄军的洛丹装甲车。此外，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为了加强红军村南部和西南部的进攻，正在组建新的大规模部队，且俄罗斯第2集团军的第30摩托化步枪旅和第243摩托化步枪团，以及第41集团军的第35、55和74摩托化步枪旅和第239坦克团、第87步枪团组成。进攻方向大概是想沿舍甫琴科的 T0515 公路推进。而在红军村东部，俄军已将第51集团军部队从库拉霍沃调来，加强了该地区的活动，如俄军第5摩托化步枪旅和第1195、第1438摩托化步枪团，目前正从沃兹德维任科和诺沃托列茨克齐莫菲夫卡向叶利扎维蒂夫卡进攻。俄军这些举动均在说明其正在重新调整红军村战术目标的优先级。唯一的问题就是俄军如今尚未展示出强横有力的快速机动能力。若是让乌军先一步完成部队部署，那俄军快速渗透乌克兰防线，包围乌军的战术就会快速破产。库拉霍方向，乌军一直在防守反击中缓慢退却，这种状况尚可接受。俄军当下被阻挡在达赫内附近已经1周，双方正在围绕着该村子激战。大诺沃希尔卡方向，该镇已经陷入俄军半包围状态，俄军第127摩步师的士兵已经进入大诺沃希尔卡郊区，临近城镇也几近被俄军全部占领。尽管目前战事仍然十分激烈，但希尔斯基似乎并没有派出援军，乌军很可能将放弃这里。当然，在此过程中，由于乌军不断地用无人机轰炸前进和尚未越过莫克里耶利河的俄军，俄军资源正在被快速耗尽。赫尔松方向，乌军则对俄军保持着攻势。在近日战斗中，乌军突袭了左岸的俄军驻地，其第38旅在克林基一带用集束弹药消灭了一支试图对第聂伯河涅斯特雷哈岛发起登岛作战的俄军步兵部队。1月18日，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340人，还损失21门火炮、13辆装甲车。值得一提的是，从战场上俄军已无大量装甲车参战的情况来看，俄军装备可能将在2025年完全耗尽。反观乌军，其已在无人作战系统、炮火精度、态势感知能力以及装甲密度等方面逐渐超越了俄军。点燃俄罗斯油库现已成为乌军的每日功课。1月18日，乌军发射自杀式无人机，对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奥缪尔、图拉和卡卢加进行了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其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46架自杀式无人机。图拉等州政府也表示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可防可控。不过，网上传出的视频却是另一幅场景。如据开源情报报道，1月18日，乌军还向卡卢加的柳季诺沃炼油厂和图拉州拥有58个油罐的罗列泽夫大型油库发动了无人机空袭。从流出的视频看，
在卡卢加上空，乌军无人机和俄防空系统展开了至少半小时的攻防战。随后，柳季诺沃炼油厂燃起大火，并覆盖了大片区域。同时，大火不断向四周蔓延，附近的几栋高楼也被波及。而罗列泽夫油库，据目击者称，听到了数起爆炸声，燃起的大火不亚于柳季诺沃炼油厂。其他3地布良斯克、奥缪尔、斯摩棱斯克的俄军军事基地遭到打击，但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不过，2025年以来，乌军类似的多地区同时袭击已发生了数次。如1月14日，乌军一口气发射了2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硬生生撕开了俄军防空网，袭击了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达达斯坦，从沃罗涅日到乌里扬诺夫斯克等各地的重要目标，如油库、炼油厂、化工厂，以及俄罗斯最大的微电子工厂克列姆尼等等，都被打了个正着。而说实话，谁能想到2年前还在四处找武器的乌克兰，现如今居然能把无人机送到喀山了？当然，这也和北约援助乌克兰大力发展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能力有关。如此前，美国就曾分别在2023年和2024年的秋天拨款15亿和8亿美元支持基辅的无人机研制开发工作。用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的话说，就是乌军制胜的关键在于利用技术打击俄罗斯合法军事目标的不对称行动，而非乌军部队的规模。据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2018年缅甸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合同，订购6架苏30 SME 战机，总价值约4亿美元。其中首批2架于2022年12月交付，2023年12月又交付2架，最后2架则于去年12月完成交付。有趣的是，在这场交易中，缅甸向俄罗斯运送了6头大象。按照缅甸方面的说法，恰逢两国建交75周年，这些大象是外交战略环节之一，旨在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但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这些大象是6架苏30 SME 战机交付款的一部分，当初的4亿美元也是由俄罗斯贷款资助。目前双方各据一词，不过由于法广并未提供上述说法的来源，也没有明确的官方消息，暂时无法证实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但无风不起浪，这6头大象确实送到了俄罗斯。一旦俄罗斯后续坐实了用大象来实现军事交易的行动，那么此番行为也必然会被引发俄罗斯是否使用了更多不良手段来进行其他军事交易的猜测。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此前以哈已初步达成停火协议，具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9日开始，双方将停火42天，同时哈马斯必须释放33名被扣押人员，而以色列也将释放关押的囚犯。第二阶段，哈马斯陆续释放剩余的被扣押人员，而以色列预计将释放约2000名囚犯。第3阶段则主要是围绕战后加沙的重建问题，整体计划约3至5年。至于在此期间双方能否展开军事行动，目前尚未有进一步的细节信息。按照这种发展来看，加沙停火指日可待，而欧盟也在此时宣布了一项新的加沙援助计划，包括医疗、住房、食住等方面，总价值约1.2亿欧元，助力其尽快完成重建工作。但据路透社报道，这份停火谈判协议又遭变故。1月1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官方声明称，哈马斯试图在停火前的最后一刻变卦，迫使以色列做出让步。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哈马斯方面坚持要求该组织希望自己选定哪些囚犯能被释放，再来换取以色列的被扣押人员。但根据双方之前的协议，以色列在该方面拥有否决权，即对于罪名较重的囚犯，以色列可以选择拒绝释放。此外，在以色列的计划中，其内阁本将很快进行停火协议的投票，但哈马斯此举再度让整个局势陷入僵局，而哈马斯方面则尚未做进一步回应。接下来加沙局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尚有待观察。沃尔森的2024年圣诞节活动即将到来，恐怕 BYVD 这次不出意外的又是一轮50% off。不知道这轮大促销 BYVD 是否有什么新的花样？如果对比隔壁的战舰世界圣诞节活动， BYVD 可能就显得捉襟见肘，过于老实。你看这圣诞箱子，你看这稀有载具， BYVD 你真的不学一下吗？就拿最新的更新的雪景球活动来说吧，你看看这里都是些什么呀？贴纸、头像、挂件还是贴纸，会不会太不值得了？好，这里有位网友说了，请不要把钱花在这上面， BYVD 你自己品，这里哪怕是雪景球换成金鹰，里面最高奖项设置为各个国家的 11.7 高收益载具，那这个雪景球一定能卖爆。所以有时候做活动还得看玩家愿不愿意，适当听取玩家建议，才能让游戏更加维稳运营。不过也有消息说，这次6万银狮换的雪景球是 BYVD 精心策划用来回收银狮的阴谋。
所以各位银石比较充足的，你想买就买吧，毕竟有个好看的头像。但是那些没啥银石的朋友们，你们就别上当了，小心修不起载具。OK，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观看更多战争游戏更新资讯，请订阅我的频道。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报道，朱姆沃尔特号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其成功整合高超音速武器，以实现火力升级。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于2000年代初期研发，原设计定位为隐身舰艇，主要用于对地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不过，由于造价高昂，美国海军缩减了建造计划，由原本的32艘直接降至3艘，分别为朱姆沃尔特号、蒙索尔号、约翰逊号。后又因该级舰配备的155毫米舰炮，其弹药成本过高，且未研发适配的新型弹药，致使舰炮打击能力方面有所不足。自2023年以来，美军对该级舰首舰朱姆沃尔特号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工作，将移除舰体前端原有的155毫米舰炮以及深层弹药库及装填系统，替换为4座导弹发射管，每座可容纳3枚导弹，最多可同时搭载12枚高超音速武器。至于后部舰炮，则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保留了自动装填系统与弹药库。在朱姆沃尔特号完成火力升级后，第二个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平台将会是配备维吉尼亚筹载模组的第5批次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舰。而同级舰蒙索尔号预计将部署至西太平洋，另一艘同级舰约翰逊号也正在进行作战系统安装，随后将进一步装设导弹发射管。根据航空网站 The Aviations 报道，美国空军已宣布调整采购波音 T-7A 红鹰教练机的流程。按照原计划 ，T-7A 红鹰教练机于2018年中标，将成为美国的新一代教练机。但该机在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存在问题，生产计划一再延期。原定于今年的首批生产合同，美空军已将其延后1年。也就是从2026年才开始。在此期间，美国空军将先采购4架测试机型，帮助波音找出可能存在的生产问题，并对其进行改进，确保2027年可达初始作战能力。此外，待 T-7A 红鹰教练机正式交付且具备一定规模后，美空军计划使其取代 T-38 教练机。但 T-7A 红鹰教练机的主要设计只能满足空军的飞行员训练需求，而 T-38 教练机还可承担其他多种任务，例如设备测试、试飞员指导和假想敌模拟等。因此，部分飞行员还会驾驶 T-38以维持飞行时数。至于这些作用未来能否被 T-7A 所替代，目前来看还有待观察。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月16日 ，SpaceX 升级版宇宙飞船星舰在发射8分钟后，上面搭载的6具引擎相继故障，随后失联。根据 SpaceX 方面的说法，在原本的计划中，这艘星舰上面搭载有10枚与星链卫星体积相同的模拟卫星，其将从德州发射升空，越过墨西哥湾，然后环绕地球飞行。但由于引擎故障，后续计划已经延期。至于此次发射失败的原因， SpaceX 公司认为大概率是星舰上层舱体出现问题，而上一次出现该问题还是在去年3月，当时星舰从印度洋上空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故障。事故发生后，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在该飞船碎片掉落区域附近，相关飞机务必要降低飞行速度，或者直接改变航向。截至目前，至少有20架商业航班改道，避免被碎片砸中。然而，对于此次失败，马斯克却表现得并不在意，甚至还称保证有娱乐效果。按照他的计划，未来还要用星舰发射星链卫星，再尝试发射其他的卫星，最后还要搭载航天员。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海军于近期接收了首艘信号情报船，其名为扎格罗斯号。这是一艘新型战斗侦察驱逐舰，由伊朗专家设计和制造，配备有电子传感器，具备拦截网络攻击行动和实施情报监测的能力，预计可满足伊朗海军在情报领域和确保海上安全方面的需求。此外，根据流传出来的影片显示，扎格罗斯号似乎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舰体前部仅有一个飞行甲板和机库，用于搭载一架阿古斯塔贝尔 AB212 通用直升机。这是贝尔212的一个版本，由意大利阿古斯塔公司制造，相当于美军的 UH-1N。另据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该船已被纳入伊朗海军南方舰队，未来将成为伊朗海军在海洋上的警戒之焰。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军装备会在2025年完全耗尽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